其实现在已经看到我们今天的嘉宾了，非常隆重。然后要介绍一下来自 iScript 的郑宏峰。因为我看到现在还持续的有朋友在进来，可能我们也拜托了一些朋友传播一下我们新的直播间的链接。所以呢，我现在就跟郑宏峰，我们可以先不切入主题啊。我想说一下，为了准备今天的这一个访谈，我今天还特意的又去听了2遍，就是 iScript 的联合创始人王一强在去年8月份的，就是比特币协会的 DevCon 开发者大会上做的一个演讲。他当时讲了一下 iScript 的一些规划，当时他们已经的IDE 应该已经出来了第1个版本了，然后还做了一些 demo 的演示。所以我就很认真的去听了一下。其中呢，王一强在一开始的时候，给大家解释了一下，就是智能合约是什么，然后以及比特币上的智能合约与大家所常认为的其他的一些公链上智能合约的差别。在等着其他的朋友陆续的进我们直播间的时候的话，我把他的演讲做了一些整理，然后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也可以作为今天的访谈的一些基础信息。在王一强的演讲中，他对智能合约有了一个相对比较准确的定义。他说的是，智能合约是一种旨在以信息化的方式传播、验证以及执行合同的一种计算机协议。它允许在没有第三方的情况下执行可信的交易，并且这些交易是可以追踪，而且是不可逆转的。智能合约这个概念呢，其实最早的时候可以追溯到大约是在1995年的时候，一个叫尼克萨博的人他提出来的。不过目前在我们区块链的这个行业里，很多人可能是第一次听说到智能合约这个词，而且我见过的绝大多数的人，他们都认为智能合约是由以太坊提出的，并且很多人都坚定的认为比特币上不能做智能合约，所以才有了第2代比特币以太坊的出现，还有现在的很多什么第3代甚至第4代的一些公链出现。所以呢，在我们谈到 iScript 的这个项目的之前，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我们需要去纠正的一个观点，就是比特币上是可以做智能合约的。另外，比特币上可以做智能合约，而且比特币上的智能合约其实深入的研究之后，它的性能以及未来可以探索和发挥的空间是远远的要大于大家现在所认为的以太坊上可以做的事情的。然后比特币的智能合约呢，其实是由一种叫类似于像堆栈的脚本语言 script 这种语言来执行和实现的。那么今天我们的嘉宾呢，郑宏峰是来自于一个叫 iScript 的一个项目。很多朋友可能连你们的项目念的方式可能就是跟比特币的 script 就是念成一样的了，是吧？所以今天正好呢，也替宏峰还有 iScript 去解释一下这2种说法。就比特币上的脚本语言，脚本呢是 script， 然后呢，宏峰和大家知道刘晓辉还有王一强他们3个一起所在的这个项目呢叫 iScript， 第一个 S 是小写的，然后第2个字母 C 是大写的。然后我看到现在我们直播间已经进了很多朋友啦，所以呢我们就正式的开始我们今天的活动吧。首先非常非常的感谢郑宏峰接受我们的邀请，参加我们的比特币协会的这个商业主题的线上研讨会。我们这个活动呢，正好今天也是2021年的第1期。其实我在2020年的时候就跟大家预告了一下，说我们新一年的第1期一定会请来一个大家都没有见过面的小伙伴。然后我相信今天很多大家可能跟你真的是第一次见到脸对上号。所以呢，我们先请宏峰先介绍一下自己吧。好的，首先还是非常感谢栗子邀请我，给我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做这个互动。然后我应该跟 BSB 的朋友应该有很多都有照过面，但是可能大家不熟悉我，可能就是在某一次的那个活动上见过面而已。然后今天的话，反正我觉得 BSB 的朋友这边都是很厉害的朋友，然后他们的这个对比特币的理解包括一些自己的知识都是很丰富。然后我这边可能有说的不对的地方，也请大家理解。然后
就像前面的一些活动我都有参加过像那个2019年那个 CSW 来这个北京的时候，我当时就有过去。那个有一张大合影，那个左上角那个人就是我。然后我呢是一名软件工程师，然后毕业于这个南京理工大学的计算机学院，然后我一直在写代码写代码还是挺有意思的。然后我之前是一直在 vivo 做软件开发，主要是做手机 APP， 还有互传换机之类的一些，还有邮件客户端之类的一些 APP。然后我是去年10月底加入这个 Script 团队的，然后现在在做这个 IDE 的开发，还有脚本方面的工作这样子。然后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 Script。我们的 Script 是这个比特币 SV 上的一种，就是用来写智能合约的一种高级语言。因为你比特币的虚拟机里面运行的是基于Fortran-like 的这种对战式的脚本语言，它是相当于有点类似汇编那种，那种的开发起来效率就低嘛。所以我们这个东西就是说，想要让开发者像写 JavaScript 一样，写 Java 一样去。很方便的去做比特币上面的编程，去提供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是一个高级语言，还有包括一些开发工具 IDE 一整套的一个东西。我的介绍完了。介绍还挺那个集中在自己所工作的这个领域的。我估计我看大家好像有一些人在评论区开始有一些那个评论你的，然后我估计洪峰是之前私下是跟有一些朋友是见过面的。当然我相信自从你加入 Script 之后，可能确实是跟 BSV 上其他的开发者在这种线上的交流互相学习沟通变得更多了。我能想到上一次咱们俩私下见面的时候，应该是在去年10月份的深圳的那个创新会，深圳应用创新会那个活动上，跟小葱游戏一起举办的。然后当时你跟我说，周末的这个活动结束之后，下周一你就要正式入职了。对。所以其实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比较感兴趣，因为之前你可能确实一直是在 BSV 的圈子里，但是并没有那么的出名，然后突然之间大家就知道说，哎，这个洪峰加入了 Script。所以呢，我想知道你在做这个决定之前有没有过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心理的斗争或者想法，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心理的斗争当然主要是一个是可能是家里面的朋友家里面的人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怀疑所以一开始当然抱一些怀疑的态度然后但是我自己就比较坚决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原来的工作可能就是因为我对这方面花太多，就是那个关注度在这方面，然后我就不想这样子，就是会影响到我原来的工作。然后刚好我这边就是跟小辉这边有一个沟通，然后我就是 Script 这个项目，我觉得也非常的厉害，然后就主动的向他毛遂自荐了一下，然后他觉得我也还可以，然后就这样子就过来了。我看刚才你提到你之前一直在 vivo 手机做的一些工作，其实主要是围绕在移动互联网的一些产品或者是应用工具这一类，对吧？那你现在如果转到这个 Script 上，你现在做的这个 IDE 以及一些脚本开发的工作，你觉得这两者之间的融合性或者相通性是怎么样的呢？还是有从写代码的角度差别是比较大的，但是你说到最后做产品的角度，肯定都是大家都是为了就把用户体验做好，把产品做得更强大，更那个友好这样子。所以
呃，都是有不同也有相同的地方，然后在这个写与编程方面的一个差异，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Script 里面的循环包括这些合约里面的没有面函数跟其他语言不太一样类似这些差异在这里面。因为我想，其实我还认识不少开发者，他们处境可能跟你过去的处境是一样的，本身也一直是从事开发工作，然后呢，对比特币或者对一些前沿的技术非常感兴趣，也会花很多课余的时间去在 BSV 的一些技术社群里面去跟大家交流讨论，然后也跃跃欲试，经历过你那个跃跃欲试又觉得不想跟自己现有工作冲突，这样比较挣扎矛盾的阶段。然后所以刚才我那个问题其实是希望从你已经过来人的角度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这样子一个技术转型或者是一个职业转型，它的难度是怎么样的，或者是你在过程当中你觉得最困难的点是哪些呢？对，这个可能也有一些朋友会跟我一样类似，然后这个我当时也是这个需要花一定时间去理解比特币的这整套的一个系统的一个知识，然后在脚本这方面的话，你可能还是要去看一下比特币它的脚本的一些含义，然后包括如果用我们这个东西这个 Script 来做开发的话，就是首先我们还是有很多文档在上面的，那你这个可能跟平常的语言会不太一样，但是你如果有认为 BSV 这个东西是一个就是说未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的话，那我觉得像我一样，我愿意花这个时间精力去学这个东西，然后去做一个转行。但是这个东西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够有。像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幸运的然后这个确实是需要有一些时机，就这么大的一个切换，确实是需要有一些机会这样子。因为我也在 Script 你们的一个交流的群组里面，然后我能看到，因为小辉是在美国嘛，然后一强和你是在中国，所以你们基本上是达到了7×24小时不间断的回答群里面其他开发者提出的一些问题。我也能看到你们近期，尤其是近1-2个月，产品的迭代速度是非常快的，几乎每1周、2周左右就会发布一个新的版本。然后我刚刚悄悄的算了一下，你从10月26号，应该10月26号你加入 Script 到现在，其实也就才2个半月的时间，所以就是从我一个非开发人员的角度，我能看到的就是你在2个半月的时间里，其实已经对这个最起码 Script 的这个产品以及比特币脚本已经有了比较深度的了解，而且可以跟其他开发者们去做这个深度的交流问答。所以我认为可能是切换一个开发方向，确实对于每个开发者来说是必须要思考这个成本以及机遇这个问题。但是呢，比特币脚本的这一个开发领域并不是一个高不可攀的一个领域，对吗？对，我们就是要把这个东西，我们这个项目就是要把这个东西做到非常的容易，让其他人很容易的去切换过来，不用说考虑说什么学习太陡峭了这样子的问题，就是你写那边 Java 写 JavaScript 都可以很方便的切换过来。我们的目标是这样子。然后我也看到最近群里面经常跟你们有提用别的语言再写一下的，因为我知道你们主要是 JS 对吧？群里面有提别的语言在写吗？那个是相当于我们的那个部署跟测试那一块是用的是 JS 这一块在写，就是一种混合开发。然后你真正写那个合约的，还是要用我们这个 Script 这个语言去写。然后你在部署跟测试的时候确实是目前的话用 TS、JS 都可以。然后可能后面我们会做一些其他语言的一些
SDK 库这样子。好，那你加入新工作也有2个半月的时间了，然后你刚才提到了，其实家人一开始不是特别理解，也不是很支持，所以现在他们的态度慢慢的有转变了吗？呃，有吧，反正也不会说反对了，反正就那样子了。大家可能是不太知道，就是红枫是在咱们国家的应该算是 Tier 1级别的，就是叫什么最顶尖的几个技术什么领军城市之一。所以红枫是在跟大家介绍一下你在哪儿，然后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我是长期在北京待着的，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的城市整个这个技术开发公司竞争的氛围啊，然后以及一些区块链行业的一些氛围。首先深圳是一个就是竞争氛围跟节奏的比较快的一个东西，然后比较城市，各个像比如说很多地方的这个写字楼，他们到了晚上11、2点之后，都还是灯火通明，然后当然就是有的情况是这样子啊，然后像我就是各方面还是我觉得还是会比其他城市这个就是节奏更快一点，然后可能会加班多一点，类似这种环境这种，当然这个可能要具体到公司，但大环境的话可能是这样子。然后行，就是这样。对，没关系，因为我其实去过深圳，然后参加过几次就是别的公司办的会议，包括我们在深圳去年10月份也办了一次针对开发者，就是一些资深开发者的一个小规模的会议。我觉得深圳在区块链的这一个领域里面也是走在非常靠前的，包括有一些政府级的这种联盟链的项目在深圳试点的，也非常早。然后整个区块链行业呢，深圳也绝对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一片热土。去深圳的时候，能感觉到那边不管是做钱包，或者是一些交易所，或者是包括还有做挖矿啊，还有什么矿机厂商在深圳的集中也非常的集中。所以想问问洪峰，之前在加入 iScript 之前，有没有曾经去了解过，或者是去窥探过一些其他的区块链行业里其他的领域或者其他的公司呢？这个我没有，因为我是直接就从原来的公司，然后就切过来的，我也中间没有去找过其他的一些区块链公司跟对，就是在这个领域里面，我可能就是认识的人也比较少，这样子。那就说明你是不管什么时候就一眼看到了比特币，然后就只被比特币吸引了，没有再去多看一眼路边的其他花花草草。可以这么说吧。我觉得从18年那个时候 BSV 分叉的时候，我当时就是大概是花了1个星期，大量的去看了这个BSV 相关的一些知识跟这个 CSW 的一些视频之后，我觉得这个BSV 就是我才应该是比特币应该有的样子，就是这个才是比特币，类似这样子。然后之后我就反正就一直在这个 BSV 这方面在关注，在学习这样子。所以其实你在2018年年底之前就已经认识了比特币，然后只是在18年底那一次算力战分叉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更多的研究了一下。对，就之前其实有去看过，但是当时看完之后就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挺厉害，但是这个比特币这东西，但是又觉得它好像哪里有点问题，就是在1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看了一遍，
但是看完之后，那个时候就过去了，因为那个时候又觉得，反正觉得它好像是一个未来的东西，但是又好像哪里有问题，然后当时没懂，没搞懂，然后就后来就没有再关注了，然后等到2018年的时候又重新关注起了区块链行业，然后后面又看到了 BSV 这个东西。对，你刚才提到了，其实你之前看到比特币的时候，从你一个技术人员的角度出发，你在深入研究了一下之后，发现它看似合理，但是又有一些地方说不通。这个观点，其实我近期遇到的非常多，就是其实是在比特币行业或者是非常资深的一些技术人员都跟我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就是他们其实是真的很认真的去读了白皮书，就是2008年发布的白皮书。然后有些人甚至比较仔细的去看过一些代码和研究过一些过往一些阶段的一些特殊的一些交易，然后他们从白皮书里能感受到比特币就是中本聪当时想要做的这个比特币的这一个系统，其实是蕴含着非常非常广阔的天地的。但是，一旦看到现实中的比特币的时候，又会发现它好像就是一只很弱的小鸡。然后就是完全不符合自己心中对中本聪的这个设计这个系统的那么一点浅薄的理解，光浅薄的理解都达不到。所以你刚才表达的这个，就是你当时2018年之前看到比特币的时候那些困惑，我觉得是真实存在，而且存在在很多人的心中。然后我也很开心看到有越来越多像你一样的人，因为多看了一眼 BSV， 然后也是因为花了很多自己的闲余时间，开始在这上面研究，然后甚至自己去做一点点小小的开发，然后被 BSV 这个黑洞吸引了，然后就加入到了 BSV 的建设当中。我看其实评论里面挺多人那个可能是后加进来的，因为我们刚才发的那个链接，好多朋友其实没有看到我们的主题，所以呢，我这个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了 Scrypt 的脚本语言工程师郑宏峰来参加我们今天的线上研讨会。然后今天我们线上研讨会的主题就是让郑宏峰谈一谈他为什么选择成为一名比特币脚本工程师。所以今天我们谈的话题其实主要是针对于一个资深的开发者或者是程序员，在看到一个比较前沿的新领域的技术领域的时候做的这个职业选择，然后由洪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当时做的职业选择的一些思考，然后面临的一些挑战。所以我看群里面很多朋友其实提了一些比较宏大的问题啊，是关于 BSV 的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可能我们今天的直播里面不会涉及，不会谈到。然后群里我还看到有很多是开发者或者是半开发者出身，就是以前是学技术出身，但是现在并没有从事开发工作，可能对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也很感兴趣。接下来呢，其实我想请洪峰介绍一下，就是你加入 Scrypt 之后呢，我觉得肯定你们团队内是有一定的分工的，因为之前像小辉和王一强，我们也都见过几次面了，当时他们俩就一直都说，哎，没有办法，人手不够，所以进度非常的慢，我们得招人，然后一招就招到你了，所以可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目前 Scrypt 团队内的一些分工吗？可以啊。那个目前呢，我们有3大块吧，一个是编译器这块，还有一个就是开发工具 IDE，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SDK 还有一块是属于相当于语言的标准库吧，那个目前是在属于编译器那里面，然后我这边的话主要是做这个ID， 我们的 ID 就是目前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VS Code 里面有一个插件叫做 Scrypt， 欢迎大家去这个下载一下，体验一下这个 Scrypt 的这个脚本编程这样子。然后我主要是做这个插件的一个开发，这个 ID， 还有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开源 SDK 的一个维护跟开发。然后小辉他主要是做那个编译器这边的开发，然后
王一强哥他主要是那个做这个，他现在在做那个编译器的开发，然后之前的话 IDE 这边主要是给他开发，那现在的话由我承接他的工作，然后再做 IDE 方面的一些开发，这样子。因为然后其实我们不好意思，你接着说。没事，那个就是我们3个人也会就是写一下，就是用我们的这个语言去写一些脚本放到我们的这个示例工程里面去，大家都可以去看。然后也有很多日新的这个开发者，他们也有向我们的这个REPL 提交代码，就是上面有很多示例，大家可以去学习这样子。赶快把你们网址顺便的就给广而告之一下吧。网址的话，我们官网就是 squip.io 这个。因为我之前知道你们的，就是你加入了之后，开发确实进度变得快很多，而且大概几周之前吧，我看到你们还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小尝试，就是如果有一个更高阶的服务的话，可以向你们去购买一个 license， 然后去享受一个更高阶的，开放了更多的功能，更高阶的服务。然后 license 的就是这个 license 的收费呢，其实也是非常象征性的，费用非常非常的低，好多开发者都趋之若鹜，然后都想成为第一批尊贵的用户。所以其实像你们的这一种项目，算是在 BSV 的圈子里，应用或者工具的这一个生态当中，是比较特殊的。因为如果光看你们现在在做的东西，其实很难看到这个商业化或者是一个变现转化的。这个我想也是很多正在犹豫或者正在观望做 BSV 项目开发的人们比较关心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我做的这个项目有没有办法盈利，有没有办法转化成为一个商业化的项目。当然我相信你们之前 license 的这个做法只是一个小小的试水。这个问题可能是问一强或者是问小辉更合适，但是我也想把这个问题提给你，就是你作为 Script 当中的一员，你是怎么看待自己所在的这一个项目团队或者公司未来的一个商业路径？这块只能说是我自己的理解，可以讲一下吧。对。然后我一个是这种很多开发工具通过这种 license 的这种是常见的一种做法嘛。但是比特币合约里面这里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些优化的一些事情。这个的话像因为你每一笔交易每一个合约在链上它是需要 fee 的，它是需要费用的。然后这个费用的话取决于你这个合约的一个代码的一个精简程度，你如果用更少的代码去实现了相同的功能的话，那你的 fee 的话你的费用就会越少。那这是一个我们的一个方向吧。然后就是另外一个我个人的话，可能觉得可能说这个可能未来会有一些合约平台，但是这种平台不一定是我们做啊，就是可能说类似这个合约不再是有可能说是像库一样可以去给人调用的一些合约平台出来，类似这种也有可能是一个商业化的一个东西，就是你写的合约不再是可以像代码一样开源出来可以供别人使用的一个东西。我前些天跟别人聊天的时候，然后也是有一个 BSV 圈子里的朋友，然后他也提到了，其实包括合约，BSV 上未来的合约变得繁荣起来之后，包括合约的审计，包括合约安全性的这个审查，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生意，这个都是可以给审计公司或者安全公司带来比较可观的利润的，而且市场也比较广阔。所以我觉得其实未来的市场还是蛮广阔，只不过现在看你们正在闷头开发做的这个东西，看起来很像是一个就是无偿做的，
没有办法马上就能够转化为收入的这样一个工作，但是它确实对整个生态的帮助是很大的。然后这里面我就要提到说，我也知道你们在过去的2-3个月里面，其实快速的和很多公司建立了这个合作伙伴的关系。所以对，有一些你也参与了，所以可不可以给我们分享1-2个你们之前合作的案例？行啊，那个我们这边反正也是跟很多团队有交流啊，包括这个打点团队他们的这个 badge 的这个 token 协议，它就是有基于我们这个 Script 实现的一个 token 协议，然后是一个面向开发者的一个 token 服务，然后包括我们跟 NorthSV 啊、小通游戏啊，还有这个 Volant 的钱包啊都有一些交流。然后像 BTP 这个 token 协议，也是基于这个 Script 的开发出来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跟 N-Chain 也有一些合作，他们可能会有一些专利，然后我们这边会帮他封装实现出来，类似这样子。那感觉这么多合作关系，你们3个人都忙不过来呢。所以就是私下偷偷问问你们，就估计很多今天我们的观众里有些开发者，就是你们 Script 的团队还会有在考虑想要再招入一些才能很好的新人吗？这个问题可能你问小辉比较好。是吧？所以就是你现在其实是从之前在大厂工作转化为了跟我一样，就是居家办公工作比较多的，然后移动办公，包括很多业务其实都是线上联系的这种工作模式，所以现在慢慢的已经开始适应了嘛。对啊，我觉得我还是比较适应，但是那个反正远程工作也有一些好，也有一些不好，都有。然后我自己还是觉得还是适应的，还是那个。对，因为我看你们基本上真的是那个群里，只要有人提问，马上你们3个人当中至少有1个人会蹦出来回答，就是完美的形成了一个24小时的闭环。因为时区刚好错开了嘛，然后都能够，他们有疑问的话，我们肯定是希望说最快的去帮他们去解答，在使用我们这个东西的时候遇到的一些这个问题，然后他们提的一些问题，我们是当最高优先级去处理的。那个大家如果在使用的过程中有遇到什么问题，也直接给我们提bug，我们都尽快的去解决，这样子。我也看到你们的自己的官网，然后前一段时间也进行了升级，然后好像应该也是一个 BSV 的群友荣哥还帮你们做了一个中文化的一个处理，好像首页吧。然后我感觉就是你们其实也在 Script 的也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得到了很多BSV 开发社区里一些朋友的帮助和支持。对，有很多朋友就是有很热心的朋友，他们也觉得这个Script 是一个很棒的项目，然后像那个官网那个改版，他们就是有一些热心的这个朋友，他帮助我们去做那个改版的一些事情，类似这样子。所以也能感觉到你们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所以现在有没有想给大家可以透露一下你们下一个比较大的版本或者一个准备放出来的大招是什么？目前的话，我们这个也就是2021年有一个规划吧，然后这个反正就是我们不断的去上面还是去完善这整一套的一个开发的一个流程跟这个套件，然后让开发者越来越容易上手，越来越容易的去切换过来，这样子。像一些我们会今年的话，我们第一个我们可能会把那个deploy 那个功能给做的完善一点，然后让你像一个是我们的测试，我们要覆盖更全面的测试，我们要保证我们不出问题，因为这个毕竟是底层工具嘛。那个
这也是今年工作的一些重点。然后编译器的话，这边的话就是会不断的去加一些新的一些 feature，然后提升性能跟这个还有优化方面的东西，就是编译出来的这些脚本，就这些工作了。然后还是非常多的事情要做，这样。能理解，因为其实我也试图想去学习一些，但我并不是学技术出身的，所以呢，我也在努力的去学习你们一些之前演示的一些小的 demo。然后对于我们今天的观众，还有外面很多 BSV 开发者社区的朋友们来说，他们可能不是一开始在半年前或者就发现 iScript 的，他们可能是现在刚刚发现有你们，或者是未来过一段时间，然后突然间发现了比特币脚本语言这么一个神奇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也在想办法说如何能让 iScript 这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高级语言，然后这样的一种工具和服务能够长久的让更多的开发者们随时发现了，随时就可以很快的学习上手用。所以现在呢，我要打一个广告，就是呢，我们跟 iScript 的王一强一起合作了一个系列的 iScript 的一个开发教程。这个开发教程呢，我们是面向所有的具备一定开发能力和一定开发基础的不管是各种语言，哪怕不是之前没有接触过区块链开发语言的朋友们，因为王一强的课程是从最基础的开始讲起的，然后我们这个课程呢将会在 CSDN， 也就是国内非常大的一个 IT 社区上面去做直播，然后我们目前第一个系列的课程是从明天开始持续4周，每周4的晚上8点钟会去放课程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来看直播，因为直播的时候的好处是大家可以提问，之后王一强老师会在他讲完课之后做统一的回答。如果要是996的朋友或者724的朋友没有办法周4晚上8点来看直播的话，可以在 CSDN 上面看回放，然后这种教大家手把手的教大家如何开发在比特币上开发智能合约这样子的课程，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是值得让我们找一个找比较好的平台，把这些内容沉淀下来。未来呢，有很多开发者们，他们一旦开始发现了比特币，然后想开始做开发的时候，就可以随时的基于这些教程和这些资料开始自学。所以呢，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课程，也希望大家也能踊跃的去 CSDN 上参与我们的技术研讨会。然后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 iScript 的事情，接下来我们就聊一聊就是关于你个人思想的问题吧，因为这个其实是我们好多嘉宾最终都会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比特币是什么打动了你？我觉得应该是我就是分叉那个时候看的很多的一些资料，包括那个很多 CSW 的视频，我觉得它是一个最终我确定这个比特币是一个好的一个技术，是一个能够未来或者说推动人这个社会发展的一个好的技术。你想一下，这个互联网它也是就我们那个为什么要用互联网？因为它能够让这个社会更好的发展嘛。就是那为什么要用比特币？比特币也一样的道理，它能够让这个社会更好的发展，这样子更快速、更好的这个发展。然后 CSW 里面的很多思想也是让我觉得很好。这个比如说它里面这个白皮书里面的这个诚实出现了15次的诚实，那也就是说诚实大家都觉得它是一个好的东西，但是想要做到诚实不是很容易。那比特币它这个事迹的话，它跟这个诚实确实是有关系的，因为你从这个从理解它的这个代码的事迹，为什么是哈希，为什么是这个哈希的一个链，它就是要把所有的东西给记录起来。它就像那些档案馆里面，你去
它一个答案，它就是一个订书机把它一个订起来，然后封装起来，这样子存档起来。那它比特币这样子，它就是把数据给封，像订书机一样，每个区块就是一个订书机，这样把它给订起来，然后把这个数据给封装存档起来，让大家都就是说让数据变得更诚实，让人也会自然也会变得更诚实，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我跟很多朋友都讨论过，然后就是简单的这个问题就是大家认为比特币美在哪里？然后每一个人给我的答案都不是很一样，但是我能感觉到大家其实都是基于自己的一些背景来回答，就像你刚才的回答其实是非常 geek 的，就是很一看就是技术出身的人。但是技术能打动你的话，那我相信一定是个好技术。我经常跟别人说，就是开发人员其实是最纯粹的人，他们评判这个东西好不好的时候，他真的就是从这个技术是不是足够的好，这个系统是不是足够的安全、足够的性能高，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衡量，它没有掺杂着其他的一些评判标准。然后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比特币的美好之处呢，是我特别认同 Craig 说的2句特别简单的话，一个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经济的，因为我自己是学经济学这方面出身的，所以能感觉到，经济学不管是在宏观还是微观上，在比特币的这个系统当中被应用到了淋漓尽致。就是它是一个比特币系统，乍一看感觉非常的简洁，但是呢，因为它的不管是细节之处还是整体的框架都非常的经济，所以呢，它变成了一个具有自身自驱动以及长久生命力的一个系统。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是我很欣赏 Craig 他传递给我的一种非常正直、非常积极的一个价值观。然后他也经常说，其实我们看到的很多东西都是涉及到人性的。其实比特币也是这个系统，也是把人性，就是最本源的这个人性当中的点点滴滴融合在了这个系统中，然后用这个系统来约束，让人性变得更好、更善，或者是约束着人们做出更诚实、更善的这个举动。然后这个是我对比特币的一些理解，我相信每个人被打动的点都不一样。然后我也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应该是你跑来北京参加2019年12月份的北京大会，对吧？我特别开心，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因为报名的人数太多了，所以呢就没有办法，我们的场地有限，然后再加上活动在北京开，我们也不可以办的规模过大。然后当时其实很多朋友都是我知道的社群里面的比较活跃的，然后对 BSV 是很支持、很了解的朋友，然后才通过了他们的报名。然后很开心你是其中一个，而且我发现当时的很多朋友过了现在将近1年多的时间，依然还留在 BSV 的这个圈子里，所以我觉得这说明我们这边很有吸引力。所以也可以具体的分享一下你当时来北京的那一个旅程，你的一些感想。那是我第一次去北京啊，然后感想的话就是，我就是很想见一下这个 Craig 他本人嘛，就是他能够设计出这样子一套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个系统出来的时候，然后你自然就会对他产生一种就是一种那个就是很敬佩他的一种就那个然后就很想见见他本人的样子嘛，这样子，然后就过去了。我主要是这个原因，就跑去北京一下这样子。所以有跟他亲自握手，然后要签名合影了吗？有啊，握手了，然后还合了个影。其实Craig 他大家可能稍微比较熟悉他的人知道，Craig 其实是非常沉迷于中国文化的。他可能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比我们很多人都要深刻很多。而且前2天他还跟我说，他现在正在
正在某所就是全球顶级的一个院校正在读东亚文化经济历史吧这一门课程，还是一个学位。然后所以呢他也一直非常关注和喜欢吧中国以及东亚地区的这种文化。下一次呢如果他能够再来中国的时候，我真的很希望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能够私下跟他聊一聊，让他给你们上课。他是一个老学究，非常喜欢教育大家，非常喜欢给大家上课。对，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能让大家就是不是仅仅是握个手拍个照这样子的场合，而是真的能够听他现场的就是基于想对中国的 BSV 的这些建设者们说的一些话。我觉得那个场合应该是会更难得，而且更能够影响到大家。非常好。然后这种机会可能可以给那些能够沟通方面不会太大问题的这个朋友。英语。对，一说到这个，我其实还有一点，我觉得我们可以聊一聊，就是国内的这些开发者。我见过的国内的 BSV 开发者真的都非常的有才华，能力很强，而且最重要一点是非常勤奋，就是随叫随到。刚才我看咕噜在我们的消息群里面留言了，可能刚修完 bug 回来，就是真的很勤奋，对自己的用户和潜在的客户吧也都非常的积极进取，争取这样子。但是呢因为确实是我们在中国，我们的母语是中文，可是整个这个比特币的这个核心的开发圈子可能还是以英文为主，就使用英文的人更多，所以很多开发者会因为觉得自己的英语不够好，所以感觉有很多机会都往后退缩了一下，可能有国外一些合作的机会往后退了一下，可能有一些交流的机会，或者是出去表达自己想法的机会也往后退了一步。就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说的那种情绪和担忧是挺常见的，我也特别能理解，因为英语也不是我的母语，我说英语的话肯定也是会感觉比较费神吧，肯定比说中文要费神很多。但是呢我觉得这不应该成为障碍。就是你想一想，我觉得 iScript 在整个全球的 BSV 开发圈子里面声誉很高，其实也是因为有小辉不断的在英文社区和 Medium 上面去输出内容，包括在 Slack 里面去跟大家沟通。没有，我们现在文章的话都是两边都要有，就是中文英文都会翻译过去，就互相翻译这样子都会发的。对，所以我觉得一些开发团队真的也不要忽视了就是英语化这样的一个路径，因为这个确实是可以帮助大家各自的项目在 BSV 这么早期的生态当中，可以帮助你们获得到这种全球的其他 BSV 公司的一些关注和支持。所以呢做产品做开发的时候，除了做英语化的产品中文化的产品，英语也不要落下。而且大家真的不用特别担心，就是很多 BSV 开发公司他们也不是来自于英语母语的。对，国内也有团队。是，然后要多给自己争取一些机会，尤其你们开发人员开发者对吧，都是平时拿敲英文字母编程的，按理说应该比其他职业的人对英语了解的多呀。是啊。这个对，然后另外还有就是顺便又给我们 BA 做广告，包括一些就是标准的制定。其实好多国内的开发者真的思想深度，然后以及在标准化这上面做的一些探索已经遥遥领先了，但是就是因为觉得自己英文不够好我要是加入一个标准化小组的话，我会不会无法跟大家沟通？其实真的都不用有这种担心，语言练一练就可以了。还有大家都是开发者，其实你能用代码写明白的东西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是吧？你能用所以像我这种英文基础不好的也过来了，反正我觉得这方面不会是这个障碍了，这方面不会是障碍。
对，所以刚才你既然谈到了英语的问题，其实我就是很想跟你还有跟其他的 BSV 的小伙伴们就说，真的不用担心，因为大家就是不要把这个当成是一个自己一定做不了某件事情的一个借口或者是理由。你认识到自己说哦，确实我说英语可能是我的短板，那么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之前，你多做一些准备就可以了。比如说你去接受一些采访啊，或者是你去表达一个观点，或者回一封邮件，多做一点准备，可能花的时间多一点，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我们今天的访谈呢也快到1个小时了，然后我们最后一点时间留给洪峰，然后看看洪峰有没有想给自己的 Script 的打广告，或者是想跟其他开发者或者 BSV 圈子里朋友想说的话。行，那个我从这个我讲一下我整体的一个心路历程吧。那个一开始的话，就是觉得比特币这个挺厉害，然后挺神秘，但是你又不知道，又感觉它有一点点问题，就是不确定，但是又不懂它是哪里的问题。那直到2018年之后，我看了这整体的一些东西之后，BSV 整体的一些东西之后，那我知道这个 BSV 这边是没有问题的。原来那个比特币应该是这样子的。然后到最后有一句叫做 Bitcoin is everything， 对吧？Bitcoin is everything。然后我知道它能做所有的事情，能够干以太坊能干的事情，能够做智能合约，就是他能干所有能干的事情。那怎么干呢？那我只是知道，从理论上觉得他知道他可以，但是他怎么干？那个中间到2020年，这个是不知道怎么干的，就是不知道怎么做。那直到后面Script 这个出来之后，那有高级语言了，那我可以写这个比特币脚本，这个去写合约，然后就可以写很灵活的脚本。这创世纪升级之后，你可以非标脚本，也可以跑在这个比特币网络里面去了。那这个就不一样了，就释放了这个脚本的潜力了。不是只有这个标准脚本才能跑。但是怎么去做合约呢？怎么去比特币上做一个合约呢？这个时候还不知道，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做。那直到我看到了这个Script 推出的这个 OP Push TS 这个技术啊，这个技术它是怎么样一个技术呢？它能够让比特币你用这个就是能够写合约了，你能够像其他的一些公链一样去控制这个币的一个转出，怎么去限制？你去控制它的这个 UTXO 的一个 output 了，就是能够实现合约了。这个时候我看到，哎，原来合约是这么做，那我觉得，哎，这个太厉害了。然后我觉得像这个没看到之前，你只是觉得它可以，但是你不知道它怎么做。我是这样子，我之前是这样，一直是这样子。然后，但是等到它这个，我看到这个东西的，我觉得这个很好，这个哎，现在你也可以去用比特币写合约了，你能够当然我不确定这是不是唯一的方式啊，但是目前的话，我看到的这个就是知道了怎么去实现这个合约，然后这个 OP Push TS 这个是N-Chain 的一个发明专利吧，然后是由我们帮他那个封装实现的一个这个技术，然后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这个相关的一些文章的介绍，去理解比特币合约是什么样子，这个对你更深入的想要成为一个这个跟我一样就是写脚本工程师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因为我前面其实一开始我看那个东西
也有点蒙圈，然后也是花了一段时间才把那个东西给搞清楚的。确实，它首先你要对比特币的那个UTXO 模型有一些这个就是认识跟那个，然后再去看这一块，然后就这样子的话，就让我觉得比特币BSV 很厉害，上面能做任何事情，能够做智能合约这样子。然后也欢迎大家去我们的官网，我们都看一下我们的文档，看一下我们的这个demo 的一些例子，然后学习这个Scrypt 的一个编程，来用它来写比特币的智能合约这样子。对，好，我们谢谢那个洪峰，今天特别感谢你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线上研讨会，因为我之前其实约过洪峰几次，洪峰一直说，哎呀，不好意思讲啊，然后感觉第一次要是参加这种公开的活动，还觉得挺害羞的。结果你看今天表现得很好，而且我们的观看人数又破新高了，说明你还是很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刚才洪峰最后总结了一下，就是它其实就相当于连带了你自己的心路历程，怎么看到比特币，然后怎么看到比特币的智能合约可以实现，最后到怎么加入了 Scrypt。然后我觉得这一个过程其实是能给很多开发者，目前还在比特币之外的一些开发者一些很好的，就像一柱灯塔一样，让他们知道其实有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也是经历了这样子的思考困惑，然后走到了海的对面。然后特别感谢洪峰，因为我觉得今天的这一个研讨会谈论的内容是很有价值的，因为我们很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建设者、开发者来加入到 BSV 的生态当中。Craig 在他的一个演讲当中有一句话说，他认为说一定要创造一个开放的系统，让其他人都能够愿意在上面能够做一些东西，这样的一个系统才是能够发展起来的。他其实并不认可所有的东西都由工具平台也由他打造好，工具也打造好，然后交到你手里让你干活就可以。他其实是不认同这样的一种构造系统的理念的。他的理念就是要创造一个足够开放、稳定、安全的一个系统平台，然后让其他人过来做建设。而我认为 Scrypt 就好像是这个平台上一个你们在快速的制造工具，然后能够让别人能用上这个工具开始做建设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的角色其实在 BSV 早期的生态当中是非常重要。然后也很感谢 Scrypt 的出现，然后也感谢洪峰今天参加我们的活动。好，那再次感谢丽子邀请我来参加这个活动。